是一个被怪兽统治的世界，他们不仅会组团攻击人类，而且还懂得利用盔甲保护自己。但人类却并没有选择制造机甲反抗，反而研究起了生物技术，准备制造出比怪兽更加强大的生物，打算以暴制暴。可就在所有人都在专心研究新生物时，却有一个科学家显得格格不入。秦然清楚制造出更强大的未知生物来镇压怪兽，无异于在加速人类的灭亡。于是秦然不惜花费自己的所有积蓄，在10年时间制造出了第一款人形机甲——战争先锋。此刻秦然为了测试机甲能否驾驶它出没战场，直接进入机甲内部启动了神经连接。随着一阵机械声传来，秦然瞬间感觉控制头盔上传来一阵压迫感，这是机甲驾驶最危险的过程，只要扛住了这股压力才能连接成功。但这个过程只持续了1秒，随后那种负重感就缓缓减轻。随着连接成功，他整个人都处于亢奋状态。紧接着战争先锋已经完全启动，秦然向前迈出2步，同时战争先锋也迈出2步，那庞大的步伐将秦然之前落下的工具踩成碎片。紧接着秦然推算出时间延迟约2秒，主要原因应该是动力传递系统的滞后。同时踏步的时候机甲身体稍稍倾斜，似乎重心偏了，平衡出现了问题。可就在秦然准备测试一下机甲武器装备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下一秒一声巨响，大门直接被撞烂了，一颗巨大的恐龙脑袋赫然伸进门口，扫了一眼厂房内，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战争先锋上。卧槽！看到这一幕，秦然直接愣住，而暴虐霸王龙可不知道秦然的惊讶，他抖抖巨大的脑袋，前肢将大门彻底撕裂成一个大洞，而后他穿过洞口，盯着战争先锋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似乎是在挑战。看到恐龙出现，秦然没有害怕，反倒有些惊喜。战争先锋刚刚建造完成，实战能力得不到验证，不管眼前的霸王龙从何而来，但正好可以拿它测试实战能力。秦然当即下达指令，关闭武器系统。他可不想用导弹把自己家轰炸成废墟，而是打算近身肉搏。紧接着秦然一边向前，一边碰了碰拳头，金属拳头碰撞产生的清脆声响，似乎是在回应向对面的暴虐霸王龙挑衅。暴虐霸王龙看着眼前的巨人，不甘示弱，发出一声巨吼，而后张开血盆大口，向战争先锋直线猛冲而来。奔跑中每一步落墙，都引得整个厂房微微震动。见此一幕，秦然既是兴奋，又略带紧张。他没准备躲避，而是选择硬刚，启动右肘部传力，提至最大蓄力，调整重心15度，开启抓地装置，开启最大负荷。随着指令下达，下一秒，战争先锋右肘内部发出机械转动咔咔的声响，同时反应炉轰鸣声音骤然增大，整个机甲身体模拟秦然的动作向前倾斜15度，而机甲的脚底板处每个脚掌25根铆钉都被打入地下混凝土里，让战争先锋牢牢抓住地面。短短3秒，战争先锋已经完成了迎战准备，而暴虐霸王龙也近在咫尺，下一秒一张血盆大口就咬向了战争先锋的脑袋。而此刻战争先锋蓄力结束，秦然扬起右拳，毅然对着暴虐霸王龙的下颚狠狠轰去。随着一声闷响，2个巨无霸狠狠地撞在一起，战争先锋的拳头后发先至，正好砸中暴虐霸王龙的下颚，巨大的力量将暴虐霸王龙的下颚砸歪了，同时也将它轰飞了出去，生生砸倒了厂房内3根钢柱才停下来。秦然知道，如果这么下去，自己这厂房恐怕会毁于一旦，必须把它引到外面打。来不及查看战斗成果，秦然立即下指令取消抓地模式，然后迈步走向门口。而他身后的暴虐霸王龙晃晃悠悠站起身，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叫，再次看向战争先锋。刚才的攻击不足以让他退却，只会让他爆发出更凶狠的战斗力。然后霸王龙直接对着战争先锋的背影直冲而来，他的速度很快，远远超出战争先锋行走的速度。毕竟第一次建造机甲，让机甲可以奔跑的技术难关，秦然还没能攻克。启动热成像探测装置，指令下达后，秦然前面的显示屏上勾勒出身后暴虐霸王龙的成像，同时屏幕右下角还显示暴虐霸王龙的距离。随着时间推移，暴虐霸王龙越来越近，就在暴虐霸王龙靠近战争先锋不足10米的时候，战争先锋也来到了被暴虐霸王龙一开始破坏的大门前，启动2号扭矩，开启双臂传力杆，最大蓄力。随着指令下达，秦然也开始做出战术动作。在暴虐霸王龙咬中自己的前一刻，2只手掌稳稳卡住暴虐霸王龙的脖子，但这次因为没有打入抓地铆钉，暴虐霸王龙强大的冲力将战争先锋向后推了3米，抵在了大门上。这也使本就饱受摧残的大门完全倒塌。因为暴虐霸王龙力量的冲击，致使与战争先锋神经连接的秦然脑海一震，这是机甲驾驶的副作用。因为驾驶员的神经元和机甲连接，如果机甲受到损伤，驾驶员的神经也会受到影响。而暴虐霸王龙只是被卡住脖子，并没有受伤，他依然疯狂地向着战争先锋猛冲用力，反复几次，血盆大口渐渐逼近战争先锋的头颅。驾驶舱里的秦然透过视窗都能看到镶嵌在暴虐霸王龙牙缝之间的腐肉。下一秒，秦然调整身体方向，全身自膝关节以上扭转近80度，这个角度让暴虐霸王龙的脑袋正好搭在战争先锋的右肩上，同时双臂扭转，狠狠地将暴虐霸王龙摔了出去。与此同时，不远处抓捕霸王龙的直升机也闻声赶了过来。此刻被甩蒙圈的霸王龙再次站起身，冲着走来的战争先锋发出嘶吼，似乎是在警告，隐隐中还有一丝惧怕。动物的本能让他对战争先锋生出一丝恐惧，但作为恐龙霸主，他又心有不甘。不过这些都被秦然无视了。随着秦然的指令下达，战争先锋腹部的微型如离子反应炉燃烧得更加猛烈。然而这一切暴虐霸王龙根本不懂，他见近在咫尺的战争
争先锋突然停下，还以为自己的吼声震慑住了对方。暴虐霸王龙起身更进一步，再次发出怒吼，但这一次迎接他的却是钢甲铁拳，一记左冲拳正好砸中霸王龙的脑袋，使得他原本有些站立不稳的身体再次偏前后退了一步。暴虐霸王龙怒了，他张开血盆大口咬向战争先锋的脑袋，同时前爪也抓向战争先锋的肩膀，但迎接他的却是一记右冲拳，再次砸中暴虐霸王龙脑袋，这一次比左冲拳力量更大，顿时将暴虐霸王龙砸得七荤八素，令其所有攻击动作戛然而止。可还没等他缓过神，第三拳、第四拳接踵而至。拳击是战争先锋中最基础的几种战斗动作，通过最开始的摸索，秦然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拳击的动作，于是他拿暴虐霸王龙练起沙包来。即便暴虐霸王龙皮糙肉厚，但在巨大的钢铁拳头几次轰击之下，他脑袋也被砸得鲜血直流。再一次砸中暴虐霸王龙后，他居然突然转身向后。秦然见此自然不乐意了，这家伙跑来把自己的厂房差点拆了，怎么可能让他跑路？可秦然预料错了，暴虐霸王龙根本不是跑路，他转身的同时，粗壮的尾巴猛地向着战争先锋横扫而来。霸王龙尾巴直接在战争先锋腰部抽出一条半米宽的凹痕，机甲内部紧密结构因为凹痕的挤压一定程度受控，控制室里亮了3处警报红灯。糟糕大意了，忘了霸王龙的尾巴也是一种攻击手段。秦然虽心中自责，但动作却没有慢，这是你逼我的。启动刀刃，指令一下达，战争先锋双掌之中突然冒出一个个尖利的钢尖倒刺，那倒刺约30厘米长，全部由钛合金打造，每个手掌50根倒刺在阳光的照耀下都闪着冷冷寒光。